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您香绕舌尖，鸡虾在中间。本节目由一口鸡虾一眼好料的肯德基至臻鸡虾堡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5险2竞赛目前已经过半了，下半场我们还有4支小队将登台表演。8岁那年我就感慨，我说人呐，不服老是不行了。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昨天，但明天肯定是今天。就突然就会回忆到很多东西嘛。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你这个就叫做 PTSD， 就是我们羞愧，我们反省，我们既然曾经拥有。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由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的《脱口秀河南的朋友》第3季，欢迎各位。我们是第3赛段，我们把它叫5险2竞赛，目前已经过半了。本赛段一共有7支5人小队完成他们的比赛，排名前2的2支小队，目前是3季男孩舞文弄墨。下半场我们还有4支小队将登台表演，掌声送给我们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到底他们有没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用他们优秀的表演，最终以总分前2的名次，来让这儿的一些人让位？让我们来期待接下来的比赛。但是在比赛之前，我们先热热身，好不好？我们邀请了一位开场嘉宾。我非常喜欢他，怎么介绍呢？他是一位没有参加歌手的音乐人，对，没有在巅峰对决的 rapper， 没有在任何脱口秀节目里面比赛的脱口秀演员。掌声有请，哈哈草。大家好，大家好，我就是张绍刚老师说的那个3无产品啊。我这一开始真的要来开场，挺紧张的，但是我仔细一想，我又不必，没什么压力。他们还在这个幽默高考里面，还在这努力的比争那个大王，我已经保送魔力哥先生了，我反正。啊，真的朋友们，我发现当歌手太爽了，啊，一首歌火了，我能唱10年，还不用自己写，我自己吭哧瘪肚写一个段子，在线下讲个2年，骂你的小某书用户就能起号成功了就。我当年就是因为讲老段子，
被观众抓到过，被他线下真实了。当时在我们长沙西凤路101号某虎养车对面2楼的笑麻剧场。一哥们突然冲过来，哈哈曹啊，你们今天讲的东西我上次听过一模一样的，你们羞愧不？说实话，我们羞愧，我们反省，我们既然曾经拥有。干吧！当歌手挺爽。这次去真的挺多收获，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发现我认识了我自己是个什么嘴脸。人呐，真的是不能让我这种小人得志。我这音中刚混出一点点名堂，我发现我本就翘翘的嘴巴居然还能更翘。我那魔力哥第1期刚晋级回校麻，看到昔日那些 homie， 我就管他们叫臭搞笑的。我还翘着个嘴巴叫他们做人，我说要你们多去 KTV 唱唱歌，搞得我害你们一样啊！现在好了吧，你们还是臭搞笑的，我是歌手。我真的就庆幸给我淘汰的早。你真要让我再往后混个2轮，我还歌手，我天王。到时候曹天王就要去北京鸟巢也开演唱会，那你们就可以看见4大天王里魔力红、魔力海、魔力青当中的魔力哥。来了，大家也不用举灯牌，直接掏出大众点评打卡，别人打扣，你们打卡，把鸟巢耍成哥的哈哈巢。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什么？就见世面，我见到真正的帅哥了。啊，没有说各位兄弟们不好看的意思啊，就是我之前在这里从来没有颜值焦虑过。我之前真的是，我在这里我觉得世界上最帅的人是张俊。我当时第一次看到，我说哇，有外国人。ABC。这一次我去那音中，我认识一个男团队长，哇，那才叫帅！我跟他一起合照自拍，我发现我手机居然其实有一个功能叫人像模式，我之前自拍的时候从来没有弹出来过。我的手机可能觉得这人像就不开了，就不像人这。真的那哥们太帅了，我感觉张俊站在身边当不了 ABC， 也就是个阿波茨吧，阿波茨。阿波茨。阿巴特。一开始觉得张俊还挺有性张力，现在姓张的，姓张的。姓张的，竞争力很强啊。那个男团队长是我一开始被分在那个音中的颜值组认识的，是我一开始我没见到颜值组其他的人之后，我还在想，怎么我都能混进颜值组，那其他人得长成什么样？结果一见面我发现都挺帅，一个个。我说那怎么把我放进来了？我说 wait a minute， 哦，该不会其实我跟他们一样帅吧？我该不会就是那种帅而不自知的人吧？后来我们颜值组一登场，我走最后一个，我一登场什么话都没说，底下观众就开始笑，我那一下就开始怀念臭搞笑的兄弟们了。真的，以前我们这帮人聚在一起，老说什么抵制颜值焦虑，反对白幼瘦审美。一去外面那个歌手舞台上来一个白白瘦瘦的帅哥，那底下观众是真叫啊！什么大道理都比不过一声啊！所以我受刺激了，我想变帅，最近几个月都在减肥。是吧？瘦了不少，瘦了不少，谢谢。首先我要感谢我家人的支持。我还记得我当时站在体重秤上，我看着199.8斤的那个体重，我老婆温柔的话语激荡着我的心灵。胖到200斤就离婚哦。
我说好，亲爱的，那晚饭你就自己吃吧。我要吃的话，那就是散伙饭了，亲爱的。分享一些减肥经验，减肥其实挺简单的，就是3分练，7分吃，8点30分打减肥针。哈曹大方承认使用减肥药物。是我那是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说这个药，哎呀，娱乐圈不少人都在用，然后我就用了4个月，瘦了40斤。哇！当时我明白一个道理，你减肥你不能相信那些网上说的明星都在用的产品，你得用点明星真在用的产品。当然，这个药你得科学使用啊，你得去医院减肥科让那个大夫给你开。我当时去的时候，医生还夸我，他说你瘦了，毛豆。我说我不是毛豆，我是哈哈曹。我说，我不是毛豆，我不是毛豆。好像啊！哎，要开灯了吗？你想拍可以拍。现在的问题是瘦确实瘦了，没变帅。果然胖的像毛豆的人吧，瘦了只会像毛豆瘦了。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当年毛豆减肥减一半不减了，他肯定是某天一起来照镜子，哎呦，我不是哈哈曹，我是毛豆。我是啥？太卡通。我现在真有点后悔，我胖的时候，我还能走可爱路线，现在瘦了，成了一个纯男的，成了现在互联网最低身份，成了一个。哎，这肥减的皮薄了，线露出来了，一点帅哥都没往里加。一般说到这呢，我就应该讲点自己不帅，但是也坦然接受，完了再与生活和解之类巴拉巴拉的一堆那个屁话。但是吧，我一想，我又不比，我就不说这废话了啊！你们好好比吧，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谢谢大家，我是臭搞笑的哈哈曹。好棒一个！来，再次掌声送给哈哈曹，感谢哈哈曹的表演，也希望哈哈曹在其他领域好好发展，也不用发展的特别好，这样就能和我们常常的保持联系。再次感谢哈哈曹，聪明。我们下半场的比赛要正式开始了，介绍一下规则。我们这个赛段一共有35组选手，在赛前组成了7个小队，队内5人轮流表演。每个队员表演后将公布所得到的票数，5人票数相加就是小队的最终分数。所有小队表演结束之后，总分最高的那2支小队完整保留，全员晋级，并且有机会角逐年度冠军团。其余5支小队解散，进入到待定状态，根据个人票数的高低补足本赛段剩余的晋级席位。本赛段一共有25个晋级名额。现在排名前2的2支队伍分别是3G 男孩972票，5文弄墨895票。在这个赛段，笑团一灯代表的是1票。现场观众200位也是一灯1票，为什么？因为好的表演应该由大众点评。所以各位朋友，你们手里面的每一票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呢，多说一句啊，压力是演员的，不是你们的。大家调整心态，放松，就当看一个大型的拼盘表演，好不好？把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马上就要上场的演员朋友，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来，马上要出场的这支队伍，3对2。Hello， 大家好，我们的组合名字叫3对2，我们的口号是耶耶耶。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我们都是原配。太默契了。
嘿，各位，目光锁定我们这一队。臭车带人饮酒味，刘坚不是我原罪。小武诗韵已经化身2只蝴蝶翩翩飞，历经遗憾拆组，故事起落几回，兜兜转转相会，烂梗超级加倍。杰尼，结缘2017，一个阳光热情，一个带点忧郁，无需刻意磨合，相处自然契合，理解你也理解你，简单快乐才叫意义。谁说荒岛没人气？宇宙中心有小峰和乔叶。不管悬疑卡通剧，开机就不会 NG。荒岛。3队自后卫，并肩闯赛场，全体未来营救，热血人滚烫。6、3队2。而这队派出来的第一位演员，在第一次亮相的过程当中就大放异彩，让我们掌声有请丹妮。大家好，我是丹妮，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这2年呢，我迷恋上了一件事情 ，SD。SD 就是观众在剧院门口跟我们合影签名这个环节啊，我太喜欢这个环节了。观众非常热情，有的时候他会扑上来，丹妮，我好喜欢你，可以跟你合个影吗？可以祝我高考加油，身体健康吗？哦，谢谢，拜，加油，痛快。他对我的喜欢没那么简单啊，他把命运交到了我的手里。当然，面对这种非常热烈的喜欢呢，就是会露出笑容的，那是一种 Super Idol 的笑容。我太喜欢这种被人认可的感受了，我所以希望每一天都能有。为了让观众在剧场门口第一时间就能抓到我，我演出完我也不卸妆了啊，不卸妆，甚至还得再画2笔。说实话，就像干 SD。但是人真的不能太迷恋一些事情。有一次我们剧组巡演去了青岛2点开始，4点结束。结束了之后我就去海边玩了，玩到天黑。回去的路上，我再一次路过我们的剧场，看到有个演员还在 SD， 4个钟头啊，潮汐都退了。这就是好演员啊，一心扑在舞台下。我看不得一个演员这么辛苦啊，因为我没有。其实那天我们同时出去，我也 SD 来着，只是我这个人递的比较快闪。那天的票房明明很好，门口堵得水泄不通，但是我就是离开的很顺畅。我没有卡顿，我感觉观众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走吧，只能走，离开人群。这时候我看到有一个陌生人缓缓向我走来。怎么办呢？是金子就是会发光的。对方笑着跟我说：“哎，你好，那边是有什么明星吗？”别人的 SD 都是万众瞩目的 SD， 但是我的 SD 都是草草了事的 SD， 普通 SD、PTSD。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演到了主角，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直到我演到了一次主角一个73岁的老太太。除了我，还有3个小鲜肉演我院子里的鸡、狗、猫。有一次我们一起走出剧场，所有的观众歘，全去找那3个小动物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尊重老人？怎么有人看了世界杯之后，他说他最喜欢的队是啦啦队？是不是我的妆容太复杂，老太太不太好认啊？他们3个更难认呢，他们演的都不是人呢。这时候有个观众大声的喊：“你演的小猫好可爱！”他演的小猫好可爱，他演的小猫本来就可爱。可爱。
老太太没人在意，我只能慢慢的走向大巴车。也不是腿脚不好，就是想赌一把。没人找我，赶紧走。上了大巴车，我就看着他们 SD， 我真的很生气，因为他们不上车，大巴不发车呀。这时候司机突然回头问我：“阿姨，你们剧组这3个男主都挺火的，是女主，是女主，大女主，老女主。”我突然就清醒了，我一下就认清了现实，这些人不是我的受众，我的受众只是边界感比较强。我的观众非常喜欢我，只是不爱 SD 啊，但是我爱 SD。他们对我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发私信，演得不错，加油。你太克制了。你放出来，你来现场，你递我啊！你别害臊，我主动，我先说话。你好，喜欢我吗？可以给你签个名吗？啊，可以跟你合个影吗？祝你高考加油，身体健康啊！要钱是吧？来。我真是不希望自己这么在乎 SD， 我很快就做到了啊！因为没有音乐剧再需要老太太了。说实话，刚开始呢，没有 SD 这个戒断反应啊，很严重。快递来到家里让我签个字儿，我都想问那个小哥，要不咱再合一个？没有音乐剧的日子了，我全职脱口秀了。哎呦，脱口秀的观众非常好，脱口秀的观众不迷恋 SD，可能是因为演员的颜值也拉不开差距啊。但是他们爱发 report。说实话，我很想给他们私信：你好，需要点赞吗？需要转发评论吗？不好笑能不能别骂我呀？啊，当然我没有这么做啊，因为没有互关的话，只能发一句话。非常感谢脱口秀。去年呢，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单口专场。专场，哎呦，专场太棒了！专场的观众就是冲我来的啊！他们要想 SD， 只能递我，没得选。那一刹那，我感觉非常的安心呐，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偏待了。这所有的人，他就是找我 SD 的，只属于我的 SD。我心中仿佛有一些坚强、勇敢产生了。那一刹那，我意识到了 SD 它不再是 Stage Door 的缩写，它是 Super Danny 的缩写。谢谢大家，我是 Super Danny。咱们组要走了。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丹尼。Super Danny，Super Danny，谢谢，感谢老师。徐颖已经笑得不行了又。对，我又笑，但是最后你说我就是 Super Danny 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感动，就是。谢谢老师。就没事，我经常感动，可能上岁数容易这样。就是。首先你特别好，节奏感、你的控制能力、你的表现力，我都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我记得很多年以前，现在任素汐就是很好的演员，超级棒。她当年在演话剧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时候，那时候驴得水，我去后台去跟她表白去了。我说我好喜欢你，你去 SD， 就是你对，因为其实你们是非常有才华的。真正喜欢你的人，只要你在台上有人看见，总会有人欣赏你们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是对，当然你在你的脱口秀里面也表现出来了，你相信自己，你说我就是 Super Danny， 所以对我来说很感动。对，我再跟你们说一个题外的，就是因为我们出道年龄早，我们那时候都有签售。对，签售。其实这些人里面可能有真正喜欢你的，但有一次签售，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商场排队，我写完，完一个老人过来
领完了以后，我签名，我的专辑曲印，他说：“这个去哪里领鸡蛋啊？”就是当时你可能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是商业的这种宣传，那个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但我觉得我需要的还是你的观众，真正喜欢你的人，他对你的这种欣赏，我觉得这个最重要。长久的喜爱。谢谢老师。而且我们都特别喜欢丹妮在台上说话的那些哇那些风采，对，那干 SD 啊，然后而且 PTSD 那块太巧了，我觉得太好玩了。普通 SD。对，而且光说话就爱听。对，而且我特别喜欢丹妮，就是我觉得她身上她有个力量，我感觉她很有勇气。就比如我如果是一个音乐剧演员，然后我一直就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 SD， 我会不好意思说，我会装作就是，哼，我才不需要 SD。你这个就叫做 PTSD。我就会就是强行的我就会感觉会躲避，但是故意那个。对，但我觉得丹妮她是遇到任何问题，她都是敢于去解决，然后去找到那个解决办法的。她可以从脱口秀的方式去找到她的朋友们，然后去可以从脱口秀的方式把自己这个心里把它变成一个让大家乐的这个点去说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是我特别喜欢有解决能力的人，所以非常喜欢丹妮，加油，Super Danny！谢谢老师。虽然说我秀没有 SD， 但是可以 DK 打卡呀。观众下次遇见了咱们 Super Danny， 不用太克制，打开大众点评打卡就对了，让大众点评记录你们的相遇。是的。SD 只在剧院门口，但是 DK 在哪儿都行。那我们现在就打开大众点评，搜索脱友，一起赢限定周边，并且可以有机会抽取来现场观赛的门票，一起去打卡吧！哇！谢谢。作为我们下半场的第一位开场的演员，丹妮已经用自己的强大的舞台掌控能力，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为下半场的比赛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场。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在优秀的开场、优秀的表演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是185以上吧。我180也190，190。190。可以，厉害。不错，开始还行。187，非常高的票数，再次掌声送给丹妮。谢谢老师。来，在丹妮的表演结束之后，这支队伍派出的第二位朋友，今年变化特别大，掌声欢迎理解了一切的李梦洁。Hello， 大家好。谢谢。我叫李梦洁啊。一比赛就又到证明自己的时候了。我最痛苦的是，每次需要我证明自己的时候，我都会发挥失常。我朋友安慰我说：“那这就是你的正常啊，你已经证明过你自己了。”我上次证明自己失败是给呼兰开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呼兰。认识，就是搞砸了一个前辈的工作。我当时很自信啊，我准备了10分钟的段子和5分钟的笑声，正好15分钟，我9分钟就下去了。这本来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我去年刚淘汰，呼兰就给我发微信说：“梦洁，你淘汰把哥难受的。我的专场草台班子8月底上海启动，你来给我开场，线上5分钟发挥不出你的魅力，你给我来一套15分钟的。”听得出来，呼兰爱财，别人恐惧他贪婪，把我当股票了，抄底我呢。中国胡菲特，我说其他演出全推掉，整个8月都给你。整个7月份，我泡在杭州的小剧场打磨了一套段子，场场好笑，笑得我都害怕，我怕呼兰接不住啊。我怕呼兰讲到一半，观众说：“哎呀，还是让李梦洁上来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去上海扬名立万。我以为我就给他开1场，1000多人。我到了之后才知道我要开7场，7000多人，没有扬名立万，挫骨扬灰。我在上海梭哈了我的职业生涯，我伤害了上海。我现在害怕上海，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人害怕一座城。讲第1场的时候我就知道不行了，没人笑，连叹息声都没有。1000多人，太能忍了。我下台第1课就打开了小某书，就有人骂我了。7分钟前发的 report， 我当时还在台上呢。你喊一声我就下去了，没有必要占用公共资源。看完那1条，我就把小某书卸载。理论上我只看过1条骂我的。第2场上台前，我还安慰自己，我说李梦洁，那就扬名立千吧。上台2分钟，我都恍惚了，怎么跟昨天一模一样？原来昨天不是发挥失常啊！观众像法官，维持1审原判。死刑！我没有小某书，我都知道那2天骂我的太多了，因为会有好心的演员告诉你的呀。那些演员来后台探班，见我的第1句话就是：“梦洁，演好吧。”我想扇他。我知道是时候保护自己了。我之前上台都是“大家好，我是李梦洁”，后来我就是“大家好，我是开场演员”。什么扬名立万，直接隐姓埋名。第4场我刚上台，我说大家好，我是开场演员，底下有个观众，李梦洁你加油啊！我赶紧开了个玩笑，我说哦，你们也太热情了，那我也给你们一个福利，你们笑得越大呀，我下去的越早。笑声震耳欲聋，掌声经久不息。我是开玩笑啊，他们真想让我走。7场演完之后，呼兰的眼神里有一种投资失败后的倔强。他说：“梦洁，这次应该是我没有让你演舒服，我还有4个1线城市，你开。”我说：“我不开。”你被套牢了。工作人员还安慰我，他们说：“李梦洁，你别怕，其实演到后面，你的风评反转了。”拿着小某书让我看，标题是这么写的：“呼兰的专场后劲很大，李梦洁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差。”我只认同前半句，呼兰的专场后劲是大。半年我都活在愧疚跟反思中。为什么我明明杭州打磨好的段子到了上海就不好使？可能是我之前太狂了。我之前在小剧场我都说我要去上海给呼兰开场了，你们帮我听一下好不好笑？我感觉杭州的观众在玩我，在做局。我讲啥都笑。他说：“哦，那你就讲这个。去上海，去丢更大的人。”我以为我已经把人丢完了，没有。今年3月底，一个平静美好的中午，我点了一份精致的外卖，打开了罗永浩十字路口和杨笠的对谈，毫无征兆啊。罗老师说：“前阵子呀，我去上海。”看了呼兰的专场，那个开场演员凉的呀！
为了保护孩子，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吧。我心想，不能是我吧？我打开弹幕，就是李梦洁。罗老师，你要真想保护我，你可以完全不提呼兰的。那今天的开场都是我呀。不要去看那个视频，我给你们重复一下就可以了。罗老师是这么说的：这孩子呀，有15分钟的热场时间，从第1分钟量到第15分钟，观众连礼貌性的微笑跟掌声都没有，但是这个孩子临危不乱。根本不在乎观众，就是按自己的节奏讲。我乱了，我不是钢筋铁骨，我也是人啊。我冷场的时候，我的脸也是烫烫的。去年开始就会有很多观众来关心我，他说：“李梦洁，我们为你好，不要讲脱口秀了，你就是不行。”我说：“我不行。”我得讲呀，这生活你就是会搞砸一些事情的，我不想搞砸的。但是生活它不是证明题，它是一个选择题。我现在选择不给呼兰开场了。还有很多人来问我说：“李梦洁，我求求你了，告诉我们你开场到底讲了啥呀？”其实没有人问我。我自己想说，就是第1轮高票晋级的段子。我不是图这个啊，我等了3年，我就是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我不是为了证明我了不起，你可以说我不行。但是《桃花源记》说得好啊，不行数10步，豁然开朗。谢谢大家。哎呀，太棒了，李梦洁！李梦洁，最好的李梦洁，40高分。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梦洁。谢谢谢谢谢谢。哎，你瞿颖姐又哭的不行了，笑哭了，笑哭了，对。没有，我是感动。感动哭了啊！我又理解错了，我这儿圆什么场？不是，因为我从第1季脱口秀我就看，我都没发现你，没发现你。哎呦喂！幽默！告别演出，我懂你。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对不起。没有，梦洁，我这一次看了你的擀面杖和你说我现在叫梦洁，我没有梦了。我从你的上2次的，就是这1季的，我就感动的不行。所以今天我想，你今天要讲的话，我肯定会搂不住。我以为你是新人。再问是一种处境。因为你真的讲的太好了，谢谢。我觉得之前没出来，只是时机未到。你开场管它凉不凉、冷不冷。热不热的，你问不问的不重要，没有之前的就没有现在这么发光的你。谢谢。对，积累。所以我为你的坚持，我为呼兰的倔强。呼兰有慧眼，替他开心，深深打动了。是。但是呢，梦洁是这样，刚才瞿颖姐在鼓励你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开场冷不重要，还是重要的。我是说给呼兰的那个之前的开场，主要说给呼兰听啊。对对对，哎，真的特别棒，真好，特别棒。鲁豫是不是有感觉这一季梦洁像换了个人？我总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被看到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就先走了的话，就会等不到被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可惜。我刚其实也跟瞿颖一样特别感动，其实我的泪点偏高，大家看不出来。就是感动点就在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脱口秀演员说在台上你一旦能够用调侃的方式去表达一件事的时候，可能是内心真正和解的那个时刻。但我总觉得能够承认自己专业上的某次失败远比承认痛苦要难，因为痛苦可能是别人造成的。但如果专业上的失败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此刻你觉得还不行，那个瞬间其实很有挫败感的。所以一方面从情感上我觉得梦洁很了不起，另外从专业层面我觉得这段特别的棒。我就希望你能够行过这数十步之后，能够看到良田美池桑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怡然自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也觉得这一季李梦洁除了是一个很好的单口演员以外，还是一个很成熟的喜剧人物了，就觉得很棒。谢谢，我觉得特别棒。刚才我跟森真也说，我们都以前有过这种相对有点不堪回首的那种舞台。对，冷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唱歌，就像大老师说的，我也演过，下面只有1、2个观众的人，就我会唱到中间会很尴尬。1、2个观众，爸爸妈妈吗？但真的就尴尬到我在中间我就已经想过去了，但还好因为歌手有伴奏，所以我可以闭眼睛假装逃入。感觉孟婆要是来看我演出，都想喝几碗自个儿熬的汤，你知道？但是你就开花了呀，只不过就是感觉以前说的那个点吧，就特别多。就是找不着那个重点，然后我就感觉你特别像一个那个爬梯子的人，但是靠错墙了，你知道吧？因为你一直很努力的在爬那个梯子，但是你这个墙靠错了。现在你的墙靠对了，爬得越高，你就越能开自个儿的爬梯，好不好？棒棒的！谢谢。而且我强调一点点啊，那个罗老师以前超级喜欢他呀。对，是，罗老师鼓励我了，一直很喜欢你。对啊。梦洁，我想多问一句，就是你觉得今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变化是带梗来的。前2季我其实也是带着真诚来的，只不过我觉得，因为观众可能他就是有一扇门，他要看你到底拎什么东西来拜访他。我可能第1年、第2年的时候带的东西好像不是观众特别喜欢的，但它是我做的东西，只不过可能今年我做的东西有些观众喜欢了。我当然非常开心，也谢谢观众能够开门接纳我吧，谢谢。那我快速的说一下，因为这种人表现比较好，我快速的感谢一下我们的编剧团小马跟放放，然后呢他们会帮我挖掘我的情绪，然后呢演员我最感谢布姐，因为布姐每一场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鼓励我。每一场他都在鼓励我，我非常感谢他。OK， 谢谢。没事，梦洁，我也跟你那个认真的表白一下，从你第1季的1818新闻演的时候，我就开始超级喜欢李梦洁。对，所以你今天越来越好的这个状态，我相信是很多一直追着节目看的人心目当中李梦洁应该达到的状态。再次掌声送给李梦洁，棒棒的！来，我们来看一看豁然开朗的分儿，李梦洁得到的票数是。我认为会190以上，必须的。我觉得有200。李梦洁拿到了196票的高票。梦洁回到自己的队伍。你太棒了！没有赛出来也是个优势，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才能被你看见。不，我是幸运我看见，但是线下肯定已经很多人看见了。对我觉得后赛其实也挺好。对，先胖不算胖。对，没，先胖也有先胖的好处。你们俩是平时关系好吗？还是因为我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俩属于是患难兄弟。因为我自认为我是脱口秀的铁粉儿，我自认为老人我一个都不落下的都认识，唯独我对你第1季脱口秀我就看，我都没发现你。我今天我就很多感触，我之前的都是铺垫，都是为现在。就跟脱口秀一样，你铺垫够扎实，梗才够响。
哇，这底打得好，底打得好，底打得好。他们说这个脱口秀吧，就是让我一下子就感觉认识他了。我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吗？所以能让你听进去，让你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温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也挺替你们感到高兴的。我就像当弟弟一样，从我心里就是特别愿意他们比赛顺利，创作出来好作品，这就是我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愿望。谢谢。耶！这支队伍马上派出来的下一位，翻山越岭来说脱口秀的世玉，掌声欢迎。好，大家好，我是世玉啊，我是来自大山的留守儿童，从小跟爷爷奶奶一块儿长大，不是一块儿长大啊，那我今年也80多了。我是小时候从村里边长到镇上，就离开爷爷奶奶，寄宿在姑姑家了，属于是2手留守儿童。但我刚去姑姑家，真的特别想爷爷奶奶。然后有一次爷爷来镇上卖农产品，顺便来学校看我。老乡见老乡，我特别想拉着他陪我坐会儿聊聊天儿。坐在哪儿呢？坐在教室里边。我就黏着他，哭闹黏着他，让他陪我上了一下午课，让他活到老学到老。当时老师进教室，发现后面坐着个老头，以为今天有公开课呢。但是这个公开课是不是太公开了？因为听课的领导打扮的特别像煤油打扮，他没带纸笔，但带着扁担。还把扁担放在了板凳上，老师不让扁担放在板凳上，因为这是我的板凳。老师说你是谁呀？他紧张的唰就站起来了，完全忘了板凳的另一端还有他的孙子。我啪就坐地上了。爷爷说孙子一直哭闹黏着我，我只能来听一下孙子的课。老师说你别说了，坐下听课吧，爷爷。哎，你们有人跟爷爷做过同桌吗？我爷爷特别爱交头接耳，因为他听不懂，他老是问我说啥时候下课呀？我想出去呀。他坐不住，他说他要回去放牛，我没有放他。我说你不学，别人还要学呢。3年级是最关键的1年呀。我们那天下午上了4节课，我们俩一点都没听，我一直在劝学。我就套用老师那些话，我说你现在不学习，以后长大只能去种地了。他说我就是种地长大的。他说我坐不住，心里边慌，把你的作业本给我。我说你不会想记笔记啊？他说他要卷旱烟。他心慌，想抽个烟压一压。因为我之前在家里边经常用我学完的课本给他卷旱烟。因为这样的话知识好吸收一点。他学习是不过脑子的，过肺。肺有诗书气自华。但是我那天没有给他卷旱烟，因为语文课是不让做手工的。然后他很疑惑地问了一个让我很疑惑的问题，他说你们这啥学校呀？上课都不让抽烟。我说下课也不让抽烟。他说那我再也不来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胆小内向的人，但是他父母希望他英勇高大，给他取名叫英高。他也是不负众望的蹿到了1.65米，然后村里边叫他英矮。为什么不叫英短呢？首先这个物种就不对啊，其次英短是他哥的外号，他哥本来叫英长。他们家取名的理念是预期违背。但是其实现在上课的事只有我能知道了，因为爷爷在前2年的时候老年痴呆了，医学上说是阿尔兹海默，我奶说是抽烟抽的。爷爷80多了，在今年5一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后来又找回来了。他跑丢了。所以其实跟你们心里边想的那个答案相比，
跑丢了都属于是喜事儿了吧？大家放轻松听啊。但是你说5·1我的演出档期早都定了，你5·1要跑丢，你起码4月份给我对一下吧。很难抉择呀，因为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你们才是我的衣食父母，而他只是我的亲生爷爷。但是从伦理道德上说，按理说他也是你们的长辈儿，你们都应该回去帮忙找，你知道吧？但是你们没有去，我也不怪你们啊。我去了，我把演出都推掉了，回去找爷爷。有人说看到爷爷往东边的山里边去了，我们在山上找的时候一直喊爷爷爷爷爷爷。那一刻我总感觉我还有6个葫芦兄弟。在东边山上转了好几圈没找到爷爷，但是遇到了蛇、蛤蟆、蜈蚣，感觉就差一个蝎子精了。那时候我觉得葫芦娃不是动画片，是纪录片。没找着，回来问那个提供线索的人，他说他认错了。我说蝎子精在这儿呢，你有毒吧？你把我当葫芦娃整，我真的很想骂他，但是骂出来播不了，我只能说叮当当咚咚当当。我敢说在座的没有人比我更懂葫芦娃了。我丢过爷爷，爷爷丢了，那心里不是一小点怕，那是很大的怕，那是个软的怕。然后最后我们是在西边的山上找到爷爷的，好一个声东击西啊！爷爷给我用了《孙子兵法》，找到之后爷爷还能自己走，我爬了2座山，腿酸的不行了，我都想让他背我下山了。回来给他买了一个定位器，现在是超过方圆1公里的圈，他就会定位器会警报，但是爷爷他坐不住，他老是想出圈，但是他一出圈，他的家人们只会很着急。就要给他疯狂打 call， 他也不接。我说你别跑，真的很危险。但是他不明白，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而且老年痴呆让我看到我爷爷的另一面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胆小怕黑的，但他现在是非常胆大黑怕的，燥得很。哎，80多了，经常 diss 那些60、70的年轻人，说你打我一下试一下。没有人想试一下，谁会没事想打老头玩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村里边我谁没打过，我奶说你谁都没打过，你连我都打不过，就是没有奶奶你都不知道爷爷说的哪句话是真的。他黑怕，但是他不 real， 就感觉爷爷要给自己写一部野史，但是没想到奶奶是史官。因为他每次说了一大堆，奶奶就4个字儿，又开始了。他现在还喜欢研究历史，说唐朝是李世民，宋朝是宋小宝，甚至还有刘老根的事儿。你看小时候不好学习就是这样的，因为3年级是最关键的1年，你错过太多了。但是老年痴呆这个病让我爷爷拥有一种魔力，所有人见到他都会迷失自我，都会不断的问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有时候问的你都分不清谁是老年痴呆。很奇怪，他已经大脑萎缩了，但是大家见面的第一件事是我要考考你的大脑。但你说有个人如果有糖尿病，大家不会想着见面说我要测测你的糖尿。天天问我是谁，感觉我爷爷像我们家的先知一样。所有人到他这儿来都要思考一个哲学的终极问题：我是谁？然后我爷爷就会调用所有的脑细胞，赐予他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亲戚就会开始哈哈大笑，说那他是我，我是谁呀？太哲学了，真不知道谁痴呆了。这一圈亲戚问他又坐不住了，他说啥时候下课呀？我想出去。真的很感慨，因为这些亲戚都是小时候爷爷教我认识的，但是现在他都忘了，我也想不起来了。亲戚太难认了，朋友们，堪比最强大脑。我感觉这对爷爷来说就是纯折磨，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再执着于他把我继承谁了，但是我会永远记得他是谁。按理说这儿应该是很煽情的一个收尾，但这不是收尾啊。因为我还有一个精妙的 callback。
是我上台给大家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这几年跟爷爷说过最多的4个字儿。我是世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讲到爷爷动情了，非常好的一篇好稿。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诗玉。谢谢。诗玉现在爷爷的身体状态怎么样？身体非常好，身体非常就是，脑子可能不太记事，但所以这也是他非常的现在很矛盾的一个点儿，因为他身体素质特别好，因为他是种了一辈子地，他就是特别爱土地，但是他现在脑子不太好，他记不住他种过，就是他第一天种完，他第2天又种一遍啊，第3天又种一遍，就他种地跟我们写段子一样，他一直往上翻啊，负重前行啊。很喜欢诗玉的这个故事，能感觉到你上台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刚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对吧？紧张，确实紧张。其实你的故事特别能够，吸引到我，说的就是，虽然我也知道你紧张，你节奏也很平，然后语气也可能。没事，咱们再等一会儿，后边是好话。这个不重要。对，有好话。这个不重要。不要先笑，对。我可以在听你的故事，我从故事里面我能感觉得到你是一个跟爷爷感情很好的人，是，你是一个就是善良、很淳朴的这样一个人。就是故事听得进去，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好了。谢谢老师，谢谢。特别有温度。对，因为前边知道那个有这个病，然后我们就觉得，但是你非常的棒，因为你一直在处理，不要说到好像你是不是一直还是很用心在处理一个既说了这个事儿，一说了你的深情，但是同时又不要那么的沉重。对，就不敢写得太沉重，对。然后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起我爷爷，就是咱们说好，反正说轻松点了。我爷爷那阵儿就特别喜欢下棋。然后每回一放学就跟我说：“孙子，咱们一块儿下棋啦！”我说：“下棋啦，完了吧，嘿。”哎呀，服了，一起下棋啦。然后呢，所以说其实跟爷爷在一块儿，就是以前我老感觉 ，I'm sorry。你刚刚没有看到鲁豫老师，我跟他说完那个是 Shakira， 他，服了。录这么久了还没服啊？周深。凡是只要是大老师一认真的开始准备发言，我心里面全是忐忑和不安。我也有个很大感受，就是果然每个专业对自己心中很重要的思念的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像可能歌手们他们会写一首歌，在演唱会上唱一首相关的歌，然后会感动的流泪。然后我也突然很害怕，我有个非常好的脱口秀演员的朋友。因为我害怕他怀念我的时候，他会写一个段子让大众来点评。对，所以非常期待他后面的段子和故事。谢谢老师。我理解诗玉，就咱们这个表演风格，就是演得好的时候，就是有一种4两拨千斤的爽感，但是演的场子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就有一种4两拨4两的无力，甚至拨的是2两啊。对。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格呢，有一种段子比较容易出效果，就是张力释放的那一种，就是你说找回来的时候，观众就一下就非常轻松。对。我是很喜欢你的这个稿子，我觉得你的叙事和语句都非常流畅。谢谢老师，谢谢。所以其实诗玉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题材，很妙，难度很大。对。分寸在哪里？表达在哪里？和受众的和现场观众的沟通方式到底在哪里？我认为诗玉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完成，再次掌声送给诗玉。来看一下，在诗玉的表演结束之后，他得到的现场票数是。谢谢大家。也不错。我也很注意。不错的票数，179。来，诗玉回到自己的队伍中。转。
可以啊，诗玉啊，可以啊，加油加油！其实昨天录制节目，然后我下台拿到手机，看到我们家的群里边有20多条消息，我就知道肯定又有事儿，说我爷爷昨天又跑丢了。所以那一刻就是很复杂。如果没找到，可能我今天我也不比，可能我今天就跟爷爷这篇稿就永远就停留在一个开放麦的状态，它不会被大家看到。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爷爷奶奶是比爸爸妈妈更重要的人。我们没有忘记他，而且我相信现在会有更多人记住他。这支团队派出来的下一位朋友，继续给我们带来他的小事儿脱口秀，掌声欢迎小武。Hello， 大家好哈，我叫小武啊，我叫小武。我的奶奶是一个很节约的一个人啊，她觉得方式呢很奇怪，不让我们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倒那个剩菜，只有她能倒在新菜里。所以我每天放学回家能吃到一顿新鲜的剩菜。我很讨厌吃啊。但是你不得不吃，因为你一旦不把这个剩菜吃完，那你就有吃不完的剩菜。我今年过年回家，一回去看到桌上还有一盘剩菜，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是不是我小时候就没吃完？我爸说你胡说什么？我小时候。我跟你说，很多菜你这么做没有办法吃哈。像我最喜欢吃的菜是这个回锅肉，但我也接受不了这个回锅肉回锅。我奶还说什么之前一般家里想吃还吃不到，我说现在一般人也吃不到。我见过我奶最狠的一次放学回家，亲眼看见她在厨房里面把各种不同的剩菜混在一起。大家想一下那个场景，一家5口人只吃1盘菜。但里面竟然有每个人爱吃的菜。我看着桌上的那盘番茄鸡蛋炒土豆丝加剩黄瓜，我说奶奶这不饲料吗？我感觉他能拍一期《舌尖上的315》。我说这饲料吃起来层次感太强了。他说这个在我们北方叫炖菜，我觉得应该叫昨天、今天、明天。为啥有明天？因为你今天还吃不完。你这种剩菜吃多就是有一种一天白过了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昨天，但明天肯定是今天。我呢也会找一些借口来搪塞。他说：“你看我们家这个饭菜虽然味道不可口，但里面什么添加剂都没有。我觉得还是得加点防腐剂的。”你这个菜热到最后，菜自己都说我好像有点坏坏的。我夹了一口这个番茄，我就问他，我说奶，这番茄是不是臭了的这么酸？啊，他说没有啊，那是我加了一点我自己酿的苹果醋。我还是吃了。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完全不对劲的朋友？我是看见他吃进去第一口的表情。他尝了一口，他说：“你放心吃，番茄没臭，苹果臭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个家风你可以不吃，你又不能倒，最后给我爷爷吃了。你要不说那老爷子身体好呢，才3天就出院了。
方也不敢住的时间太久，不然回来剩菜又吃不完了。我有时候真的想给我爷爷点个外卖吃，我奶还说那个是什么垃圾食品，我说吃点垃圾食品吧，那不能只吃垃圾啊。而且他问我爷爷那个问题也很奇怪，把那个剩菜盛出来，放我爷爷面前，他说：“哎，你吃不吃？你不吃我就倒了。”我没想到这是一个爷爷泔水桶2选1的问题。我爷爷直接就说：“你倒了也太浪费了。”最后还是选择自己吃。我有天实在忍不了了，我就跟我奶说，我跟她说句很有哲理的话，我说：“奶，你菜就少做。”哲理的话。但是他其实做饭也挺辛苦，对吧？要花费蛮多步骤的。所以他说句更有哲理的话，他说：“少做就得多做。”因为吃完了就是再做呀。我听他说完之后，我挺心疼的，因为做一顿饭确实需要花费很多步骤。但我后面转念一想又不对，因为奶奶活着辛苦和爷爷活着，我后面说我不行，我吃面条安全一点啊。吃面呢，我本来吃的是这个茄皇。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美统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吃这个奶奶不辛苦，爷爷享清福。我后面我说我想吃面条安全点，他给我煮那个酸汤面，你都不知道哪里酸。面条捞干净了，说碗里的那个剩汤也要喝了，说这个底最好了，让我喝。我没有见过他，我还是喝了，不然我怕我爷爷扛不住。我喝到碗底的时候，碗底竟然有2根土豆丝儿，我一眼就认出来，我说这不苹果醋里面的吗？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喝。但是你知道那个年代的老年人教育你的方式就是很直接，他当着我的面亲自把那碗剩汤端起来，倒进了我弟的嘴里。潜台词也很明确啊，你不喝有的是人喝。我是能理解你从那个年代过来节约惯了，对吧？但你说他节约吧，他又不自己喝。我弟当年才2岁啊，还不会说话。我奶根本就不管那些，他在旁边他说：“哎，人家咋没说不喝呢？”我跟你说，他要是再喝，他就会说话。第一句就是我不喝。那是我第一次对他发脾气，我实在受不了。我说你要这样，从今往后呢，不管什么剩汤，那就都他喝了。其实我当时感觉还是挺心酸的，说实话，因为我在想，现在条件都这么好了，对吧？大家想想，都21世纪了，我弟还要喝这个，那我小时候喝的什么？我都不敢想，我就问我奶，我说奶，那我小时候喝的什么？我奶说，她说你们小时候不都是这么过来的？我4个孩子，你爸你姑都是这么带过来的。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是不是真的？我爸说你别说了，我有点恶心。这个段子呢到这儿就讲完了，这个段子没有底啊，因为我讨厌底。好，讲到这，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小五，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五。小五的这个语气、节奏，是不是能留下深刻印象？莹姐。小五他是有自己非常好的一个节奏在里面，虽然他不是那种说话都是一个语调，但是他节奏抓得特别的好。而且他这么普通的事儿，他每一番太多巧妙的地方，我都记不住，我都记不住。不是，精彩的太多了，精彩连连。
对对对，我拍的是今天、昨天、明天啊，但是后来一番一番的有很多，我觉得小武是个天才，谢谢，没有天赋型的选手，哇，对。因为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容易说啊，我自己形象不好什么的，所以就对帅的呢就格外说啊，可能投票是因为帅，但是绝对不会是因为帅才投票。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但是我同时我也挺有才华的，我觉得那是必须的。但是像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会容易被说成花瓶，哎，所以我觉得是不能说。我长得帅、长得好看就是优点，我长得不好看就是看你放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形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看你在台上的表现，你的能力、你的天赋、你的才华。对，才华横溢。对，谢谢老师，谢谢。小武就自己总结完，就把该听的听了就行。好，可以。小四爷老师，因为现在网上有人说小武是穷门新贵，所以对于你们这个非常拥挤的赛道，又来了一位新朋友。您作何感想啊？我也很好奇，怎么穷门连名字都差不多，小四小五的啊？去年的是小四爷，今年来了小五啊，怎么样？我觉得穷不是他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是他太帅了，太吸粉了啊！建议改掉这个缺点。怎么改呀？捂着脸啊门啊，这上。其实小四爷也挺帅的。啊，你是准备挽回我吗？还是？没有。哇，有阿麦单着你。行了，放下话筒吧，结束小四爷和瞿颖之间的对话啊。那肯定是因为颜值呀。那肯定是因为经济啊。我们穷门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新人。首先啊，我不认为我是穷门的。哎，赛道这个，我其实真的觉得我有时候生活挺奢侈的。他应该算是抠门、追求性价比啥的。也有观众跟我说，他说我是属于嘴硬赛道的，就是我是属于穷但不承认这一块的。我是没想到这个我也没看过他银行卡余额，但是从段子的感觉，网友总结还挺准的，还嘴挺硬的。对，嘴硬。聊下来感觉可以把他踢出穷门啊！他不是穷门的，别来蹭穷门这个标签哈。我认同的，我认同。而且我觉得剩饭这个是一个很有共鸣的现象和话题，但是能下决心就是一整段都讲这个，就是说明题材挖掘的能力、创作能力很厉害，而且观众也都感受到了你的用心、关心和恶心。然后我觉得你也是创造了一种脱口秀，就是那种美食博主的反面，就是听了你的段子，隔壁小孩都干呕了。但是这恰恰我觉得引起了美食博主的兴趣，一定要去探店，说吃一口奶奶这个多少年了，变成一个冒险挑战是吗？他说这个恶心嘛，他就说的特别萌，他说那些菜都坏坏的，坏的。来，小五的优秀表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小五得到的票数。非常好的成绩，来，小五回到自己的团队。主要是他的内容是经得住去听的。确实今年很厉害的，厉害！耶，小五恭喜啊！今天在现场着实的给震到了。我觉得新选手不光是年龄小，有好几个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好几个呢，说高考的那个冯子豪。背那个老年人的他也特别好，还有那个讲爷爷走丢的，台风很稳，就是他们不光是年轻，他们的经验也好，写文本的能力也好，还有台上的表现也好，为这些新的选手的出现觉得特别的欣喜。年轻吧，傲慢吧，骨子里的傲慢，这个是我，在参加这次节目之后发现，哦，原来高人还是非常多的。上节目之前挺狂的，
现在经历了一个完全不狂，然后又努力把狂劲儿找回来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不狂，我平淡，就是正常演。哎，我爆个料啊，是林琛主动跟我说的，第2轮我们要把场子找回来。但不是这个语气，我说第2轮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场子找回来呀？尊敬的各位前辈，能走到这个地方实属不易。我们确实其实一直是站在大家老演员的肩膀上面，一步一步向上攀爬。对，非常感谢。我们第1次参加比赛，我们都省着打你们呢。我可没段子了啊！不要让我写出来。前辈们，我什么都没说啊。哦，有些话还是得狂人来说，我还是一直服大家的。隔壁那谁是不是把我的宵夜偷了？他没偷。他没偷 ，tomato 番茄。那阳光番茄呢 ？Sun shine tomato 被做成茄皇了，因为每桶茄皇里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茄皇的汤底果然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为啥脱口秀演员这么爱吃茄皇？因为番茄有梗。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这一组派出的最后一组选手，今年他们要努力的走出荒岛。漫才组合荒岛人气王。大家好，我们是荒岛人气王。好，那么在荒岛人气王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也请3对2的所有的朋友回到台上，看荒岛人气王得到的票数是。哦，我们是整哎，整数哦。所以3对2的总票数是900票，那么，哇，还是很高的哇，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请舞文弄墨，原来排名第2的小队全员回到等待区，而3对2的6位要进入到第2的位置。太好了你，特别好。我好紧张，我好紧张。过去了啊！加油！没事，正常了。马上，5组选手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先要请来的这位朋友哇，一回宫激起千层浪，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讨论。我们看一看，今天又有什么话想说？掌声欢迎陈小静。大家好，我是小静。跟大家聊一下真实的恋爱啊，最近在跟一个法国帅哥谈恋爱。我跟他在一起纯粹就是因为太帅了。哎，这种外国人的帅就让我觉得他配得上我，因为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也是个外国大美女。我确实会更喜欢这种小众一点的国家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母语，就很公平。这种情况下谈恋爱，真的就只能谈爱，整天就是 I love you, I miss you， 不可能吵架，吵架需要的单词太复杂了。原生家庭的创伤没有。有一次聊到家庭，我本来想说我父母离婚的时候我很伤心，一开口 My parents say bye bye， 他直接就笑了，我就 OK，I have a happy family， 不重要了，真的。童年在破碎，能有我的英语破碎吗？现在超出词汇量的感情都不敢有了，就是纯爱。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的。
他说了，我没听懂，他要跟我解释，我赶紧堵住他的嘴。原来比起爱得太浅，我更害怕学习。我确实也不好奇，我怕我知道了他的工作会忍不住问他工资多少。我们只是在恋爱，又不是要过日子。人和人之间一旦了解就会审判，所以差不多就好了。毕竟亲密关系第一个字就是亲。亲密亲密，亲一下密。当面聊天我还可以这样用下 body language 哦，但线上聊天还是得用翻译软件，就是我中文转英文之后，还要粘贴那个英文再转中文，看看有没有歧义。就像我说我要强吻你，英文转中文就变成了我要给你一个热烈的吻，那种变态的感觉就没有了。他很难了解到我真正的人格，就是我在那边 dirty talk， 他听起来超级 clean 和 sweet。有时候我都怀疑他爱的不是我，是 AI。但无所谓啊，我们三个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有时候看他跟 AI 聊的有点无聊了，我也会发挥一下。比如他天天说 I miss you， 我希望有点新的表达。我说我不敢再想你了，我怕陷进去。他直接一个视频过来，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原来比起别人让我解释笑点，我更怕别人让我解释情话。后面我都会批注我不敢再想你了（括号中国人表达思念强烈的一种说法）。久而久之他也懂了，带括号的内容只看括号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保持关系的秘诀跟很多夫妻离婚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可能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以前恋爱的时候经常会指责对方你根本不懂我，显得对方愚蠢又自私，跟外国人就不一样了。不懂不是很正常吗？我就喜欢他看不懂我，我甚至可以直接跟他说你的脆弱、敏感、忧伤我都不想知道（括号别说话，吻我）。大家都说情侣之间要多沟通，但沟通没有真正解决过什么问题。但亲是真能解决问题，那个多巴胺内啡肽一下就上去了，我就把它当西洋参。情侣之间就应该少沟通，沟通不就是为了说服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吗？他说他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去法国发展，我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说好吧，那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来中国发展，我就嘿嘿。他说你是不是听懂？其实我就挑我爱听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但没有说我不能骗外国人。我们之间的爱就是非常纯粹的语言障碍。我看到他就很开心了。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小猫可爱？可能就是因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会说话的东西就是很可爱。你跟猫说一堆，它喵了一声，你觉得它好爱我，其实它可能就在敷衍你。他在想这个人类出去1天了，罐头一个没带回来，负面情绪倒是挺多的。好吵啊，喵一下算了（括号别说话了，撸我）。可能猫狗原本都会说话，怕影响感情就不说了。而且老实说，就算我再爱猫狗，我也不想听懂它在说什么。你想想看，猫整天追着你问为什么要给我绝育，你受得了吗？狗跟你说它爱吃粑粑，怎么回？我只能说吃点好的吧。所以我非常确定，没有共同语言并不影响我爱你。因为我需要的只是陪伴，满足我单向需求的陪伴。有时候我在想，人真的渴望被理解吗？我只是渴望被爱。你最好不理解，但爱我，毫无缘由的爱我（括号鼓掌吧）。
无梗狂爱。这才是我想要的。我特别喜欢一个剧叫《翻译官》。有人问翻译官，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翻译官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所以，尽管我们在使用相同的语言，还是很容易没有共同语言。这句话真的深深的影响了我。现在我跟法国帅哥之间有任何的不愉快，我都会提醒自己放下对沟通的执念，敞开怀抱，再谈一个其他国家的。过度沟通就是一种情绪劳动，我不想劳动了，我也不想再用任何复杂的语言来包装自己了。语言太容易造假了，就像现在，我怕你们不爱我，我拼命的想要上个价值。但实际上，不管我怎么组织语言，我都无法精准地传达我自己。既然我们注定彼此误解，那么与其多嘴，不如亲嘴。知道吗？不管我说什么，括号里都是，请爱我吧。谢谢大家。来，倒计时。我觉得小静因为可能口音啊、气质的关系，所以讲什么尺度大的段子都让人觉得很纯爱。确实，我觉得有时候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的时候，你就是会有一种大爱无梗的感觉，就是这种梗就是很吃场子，有的场子就是会特别释放，对吧？有的场子就是会稍微紧一点。对。语言起不到沟通的作用，其实是我在职场里最深刻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在放在职场里的讲的话，会显得我这个人太哀怨了，所以我就放到恋爱里啊。没想到又让大家觉得可能有点紧张。我一直觉得在舞台上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大家的恐惧、愤怒，也可以表达欲望。但表达欲望，你发现它是个冒险的过程，但它很有趣。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可能大家是带着一些紧张的心情在听的，但我还是很鼓励所有的演员可以在舞台上可以直面自己的欲望去表达。所以你刚才说他的中心思想是要讲人用语言的沟通的那种障碍，对。但是我们也可以听到关于情感的一些表达和探索，所以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我一直没有拍灯，但是最后那一句我拍灯了。其实你也会有一个挣扎在里面。前面其实我确实是有一点点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你最后那一句说出来，我好像似乎懂你了，我有这种感觉。重点是在于，哎，我，因为我特别盼着您接着复仇。复仇也有。我7年有太多想说的东西了。我太想接着看了。其实我跟周深说，续集接着来啊，我们想听那个劲儿。然后就是特盼着来。您今天穿身白裙子。然后开始爱的天使出现了，断了我们这个就是这种期盼的劲儿了。对，但我一直想讲各种不一样的东西。我明白，但是我就是说，我们身为观众想过瘾呐，就是看着特期盼，没听够，就是各种层面的损他、说他、怼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您一来就让我们感觉，就是我们想跟着你一块 rock and roll 了，明白吗？哦，懂。我还挺喜欢这个故事的。首先，我觉得，哎，小静她还挺怎么说，拿得起放得下的。虽然说的是可能语言障碍的一段恋情故事，但是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真实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像的，所以我拍了这个灯。对，来，在此掌声送给小静。谢谢。在小静的无梗大爱之后，她得到的票数是168。掌声送给小静。哎呦，厉害！没事，讲得很好，稳住了。广志喝什么呢？温柔。啥玩意儿？当风卷落第一片梧桐叶时，这杯奶茶便是人间温柔的序章。不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此言差矣，它是无需斟酌，不必纠结，全交由美团小团一键下单的秋天第一杯奶茶。哦，
那啥是美团小团？打开美团，点小团，直接告诉他帮我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外卖，他就直接帮你推荐你爱的味道，还有机会抽到满18减18的奶茶券哦。果然，每一口甜都是藏在智能便捷里不肯褪色的爱意呢。这支团队要派出来的第2位演员，掌声欢迎樊晓凡。加油加油加油！第3位朋友小杜。嗨，老板，你们好吗？看一下票数是。掌声送给樊晓凡。好，我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小杜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怪我了，怪我了。来，各位兴奋一下，马上的第4位来自长沙笑妈俱乐部，外表看起来像小孩，实际内心就是个小孩。掌声欢迎阿修。谢谢，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好吧，我们开始。好，大家好，我是阿修，嘿嘿。我是一个追星10多年的老2次元，现在在养猫。朋友们，这3个爱好是一样的，就是去爱。对偶像说爱你，对小猫说爱你，对动漫说我爱你，但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一直在学习怎么爱，我现在不仅会爱，我还会 love， 擦了，爱してる，喵喵，都是在外面学的，因为没人教我。小时候没有感受过，我每天我的妈妈做完饭就出门，她几乎不陪我吃饭。我都怀疑过他是不是回避型人格，给他发过一套人格测试题，他没做。我每天就只能幻想他陪我吃，他端上菜，张开手，将将口气拉豆做，这是我的幻想。我实在是不想一个人吃一些很家乡的食物，莴笋炒腊肉，蒜苔炒腊肉，隔夜蒜苔炒腊肉。这都不是普通剂量的亚硝酸盐，这是东亚硝酸盐。长大之后我就说家里没有我要的爱，我要出去找。我现在不止自己养猫，我还加入了流浪猫救助组织。做救助最难的事情是找领养人，但是我3个月找到了7个领养人。哇，谢谢。全是脱口秀演员。我觉得他们适合养猫，非常适合。他们写稿的时候，猫会给他们抓手。这是我编的，这是我编的。我只想给猫找一个好人家，他们是好人，他们只是有顾虑，所以我准备了很多话术，专门挑在了年底的年会，漏洞百出。在那个空调开得特别足的餐厅里，我张口就说：“哎呦，好冷啊！流浪猫会更冷吧？还要流浪多久呢？”他们说：“哎呦，我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想养，我就是怕10多年之后会因为猫的离开而难过。”我说：“哦，那你是想自己难过一阵子，还是看它流浪一辈子？”他们动摇了，我马上加码，我说：“如果今天带走的话，体检疫苗绝育的钱我一个人包了。你们只需要爱它，全部领养出去了。小猫的寒冬过去，我的寒冬来临了，差不多要去流浪了。我们俱乐部现在已经是长沙笑猫俱乐部了，进来就送5险1金1猫，路过的狗都要领养1只猫。我没有强迫大家非要带回家养，比如说谭湘文，他因为猫毛过敏没办法，我就让他养在他爸妈家，养不了就给个面儿。
我真的相信他们。我见过很多不靠谱的领养人，深有体会。前阵子我的老家来了4只小猫，避雨，我妈妈拍照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先养半个月，因为我非常放心，我非常了解它的养育方式，做早饭，做晚饭，然后不出现，非常适合养流浪猫。结果第1天我们就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他给那些猫做了一锅鱼头、鱼子、鱼泡。我说不会明天要做费大厨辣椒炒肉吧？后天做隔夜辣椒炒肉。他的理由很简单，都是因为猫爱吃鱼。我说它不吃辣，吓得我给他寄了一袋猫粮。他又问我，他说多久加一次水？我说1天加一次。他说那是不是还要做绝育呢？多久做一次绝育？我说做的够绝就只有1次，做的不够绝那就做的太绝了。然后我的妈妈按照我的 SOP 养了1个月，然后那一窝猫一窝蜂的跑了。因为我的妈妈从来也不亲近猫，她也不陪伴猫，她却想手抓猫做绝育。我说完蛋了，完蛋了，全跑了，全跑了。我的妈妈终于说实话，她说：“哎呀，我本来也不喜欢猫，为了你才养的，为了我，好肉麻呀！30年，这是我妈妈说过最肉麻的话。好阴险的一个人，把爱藏在猫后面，他猫在猫后面。”我好像透过那个猫眼看到了20多年前的案发现场，不对，爱发现场。我看见我每天10点钟睡，他没回来；6点钟起，他已经出门了。早出晚归就是为了上班，上班是为了给我买腊肉，所以这不是普通的腊肉，这是 love 肉。东亚硝酸盐，有点甜。我甚至觉得他拍猫给我看都是为了找共同话题，因为我们聊了1个月的小猫，我竟然可以跟这样的领养人聊1个月。所以笑不是生活的解药，笑猫才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是隔着什么才能说上话，所以我现在隔着屏幕真的很想跟他说一句：妈妈，你真的把猫养得好差，你养我3窝猫都跑了，怎么会这样？当然我现在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养的猫也会回来的，只不过它现在还在上海比赛。喵喵，谢谢。喵喵，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倒计时开始。再次掌声送给阿修，谢谢。阿修第1轮讲的是追星，第2轮讲的是动漫，然后这一轮开始讲爱猫。你是怎么设计自己比赛的内容节奏？内容节奏，因为这就是我人生重要的构成部分。我其实想都讲，因为我在外面找爱很多年了，我有太多爱好了。你希望能够在整个的比赛里面，让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说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对，而且其实我这一期有点把我前2期的内容归因了，因为我发现这些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怎么在家里待着，就是过早的就意识到，然后出去去加入更权威的圈子，就是从小就这样啊。我也猫毛过敏，但是我就坚持养我的猫。对，就一边撸一边打喷嚏流眼泪啊。我就觉得阿修太厉害了，就是你又好笑吧，然后你那个说到那一句的时候，我一下我又受不了了。你说妈妈你好阴险哦，听着是说你妈妈，其实你是那种爱，你愿意用你的这种方式去表达。对，我真的理解他，我终于理解他了。因为我们家也养小狗，我太太老把我们家狗放在我们家最舒服那个沙发上边，她每天站在沙发上边。然后现在呢，是我们家狗坐沙发，
我坐地上，我坐在地上，因为我一上沙发上一坐，他就汪，然后我就赶紧在底下这么坐着，然后我们俩一块看电视，挺好玩的。对，慈父多败儿。对，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小狗小猫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就是说人吧，就是老感觉他特别不让你看见他脆弱的一面，就是说他老防着，他说我哪儿弱不能让你看见。对，猫跟狗的爱是在于他先把他最脆弱的肚皮给你展现给你，因为那个地儿就是最脆弱的地方。可是你可感觉一个生物居然会这么毫无保留的把它最脆弱的地方让你看，然后你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哇好爱它呀，然后你就想挠它，然后所以那种爱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也是很深的。是的，特别能理解你。我觉得阿修的3个故事加在一起，他特别不 OOC， 就是让我觉得完全就是他自己这个人会去做的事情。所以他这3个故事就是跟阿修这个人他非常的统一，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还是像他说的一样，他们有共同性，就是简单，然后直接，然后相信爱，然后相信简单的爱。我觉得这一切特别打动我，所以我觉得他通过3个故事把自己这个人物介绍得非常清楚，感觉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从里到外的一张名片，所以我觉得非常喜欢这3个故事。3个阶段下来之后，阿修越来越完整，对，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很棒。OOC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事，有什么原因？就是跳脱出角色外 ，out of character。哦 ，out of character， 哦，跟你的性格非常不吻合的那个事情。明白了，好嘞。OOC 如果直接说的话，其实就是脱口秀演员在舞台上可能最追求那个人段合一啊。我觉得可能。阿修，我刚才费什么劲儿？但你说的特别好。其实说的有时候正面跟反面的意思同样，但是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看，比如阿修讲的动漫、讲追星、讲养猫，如果是你有同样的经历的话，你很容易带入；但万一你没有同样经历的话，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很容易把你带入那个情境，对他的说服力就会变大。对，关键是无论是动漫还是养猫还是追星，它的内核其实是爱。而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主题，所以为什么每次阿修一上，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爱，你瞬间进入他可爱的世界？我觉得谢谢阿修，谢谢你的可爱和爱，感谢你，感谢你，我也爱你。那好多年了，我之前是只捐款，然后我现在是有在身体力行的把猫直接送到别人家，然后带着它去做就跑遍宠物医院这种事情。还有就是领养不出去的猫猫，暂时就放在宠物医院，然后我们也说是保持联系的状态，差不多1年多。我现在不太想说是我救助了他们，因为他们本身也属于这个世界，我只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帮他们找一个爱他们的家，不会受伤害的家，配得上他们信任的家。我希望小动物们都能活下去，我希望等到那个时候。人类是大猫，所以越来越完整的阿修在每一轮通过自己的兴趣，通过自己的爱好，让大家看到整个的囫囵个的一个阿修。来，阿修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得到的票数是。投票的都在找我领猫啊！来，掌声送给阿修。马上就在一起队派出他们的最后一位表演者，热烈掌声欢迎步惊云。太像企业家了，这两个。哎，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今年比赛确实感觉到自己老了。前几期录制来现场，能感觉到讲大学题材的观众很有共鸣。我想这是比赛啊，我也得讲点大学的事儿了。回去就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唯一能想到跟大学有关的就是谈恋爱。跟我老公从大学到现在17年了，感情一直都很好。哎，这10几年啊，我不敢说琴瑟和鸣，那也是渐渐变淡。我以前只要听人说谁的家庭被拆散了，我都不想听完。我说经不起诱惑吧，家就那么容易被拆呀？前2天见了个人，我跟你说非常容易。有一天我朋友组了个局让去吃饭，到饭桌上都是熟人，大家聊起婚姻的时候就说现在啊，真不是不找，就遇不到合适的。
我说对，那就得珍惜嘛。吃着吃着，有个朋友接了个电话，说他有个哥们儿在楼下，想上来跟大家坐一坐。等推开包间的那一瞬间，说实话，长这么大了，见过的帅哥也不少了啊，但这种直接帅到我前额叶的罕见。哎，那个朋友还说哦，来，那赶紧坐吧，啊，那坐布姐旁边吧。干嘛呀？坐我旁边？你看这种朋友真是没眼色。坐对面看起来更方便呀。那个帅哥拉开凳子准备往下坐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一股淡淡柠檬皂的味道，大脑一片空白，拿着筷子就开始喝汤了。哎，帅哥情商很高，很会那种破冰的话术，上来就是布姐，我特别喜欢你，成天看你跟姐夫发的那些视频可有意思了。哎呦，您跟姐夫感情真好。我脱口而出，我说：“哎，一般吧。”说完之后，饭桌上安静了3秒，全部开始爆笑，大家都觉得我是想出梗，只有我说完心里咯噔一下，我说：“为啥要这么说？我该不会是想出洋相了吧？”脑子很乱。过了一会儿，他说：“布姐，喜欢你这么久，还一直没机会去线下看你演出。”我赶紧就接话，我说：“哎呀，来嘛，剧场就在西安，你随时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呦，看不上你，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外面演专场了。”他紧接着就补了一句：“哎，你上周不还在青岛呢吗？”朋友们，这句话看似在聊天，实则是勾引。就这么说吧，我妈都不知道我上周在哪。后来跟他越聊越不对劲，这个人真的喜欢脱口秀，他听了我所有参与的播客。完了，遇上懂我的了。他甚至说，虽然你专场叫母老虎，但其实能感觉到你是个很温柔的人。我没心动啊，不可能，我的心是不会动的，只是我的运动手表突然变红了。太牛了！表坏了，肯定是表坏了，我怕他警报，赶紧就摘了。运动手表突然数据异常是会自动拨打120的，你说万一真把医生喊来，医生冲进包间问救哪个，我咋说？我说赶快把他拉走，救救我的家庭。这人啊，想象力太丰富也不是啥好事儿。那天晚上他们坐那儿聊什么大环境机器人的时候，我脑子的画面是我老公跟弟弟已经打起来了，这是十分错误的想法。我得去冷静一下了。我去洗手间，站在那个镜子前，我想到以前我看过纪录片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说人啊，最容易在灯红酒绿下迷失自我，在推杯换盏中想换老公。后半句我编的，反正就那么个意思啊。我想不能再聊了，万一在外面聊出私生子，不真成那种企业家了吗？等我冷静完回到饭桌上，他们说吃完饭不尽兴，要去附近 KTV 唱歌，我拒绝了。KTV， 哼，那种昏暗的灯光，暧昧的气氛，一个大帅哥坐我旁边，那我不得一展歌喉啊！我赶紧说啊，那你们去唱吧，我还有点老公，我得先走了。还有点老公。弟弟居然还不收手，对着我一脸遗憾的啊，你不去了？那下次你回来演出，我一定去捧场。我说你直接来就行。他说可是我还没你的联系方式。
我大脑飞速旋转，赶紧指旁边的人，我说他有，下次你们一起来，大家都来看啊！我冲出包间，在过道就长出一口气，哇，悬崖勒马挺难受啊！什么悬崖勒马的人自控力强？我不相信，人到悬崖边了，就只是为了练勒马。练勒马，练勒马。赶紧打车回家，一路上情绪都很复杂，遗憾、委屈、愤怒，我都不知道在愤怒啥。明明我老公啥都没做，我就觉得他亏欠我了。这个好好呀，很人性。我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加个微信怎么了？多跟年轻的观众聊一聊，也知道大家喜欢啥，有利于创作嘛。但转念一想，幸亏没加微信就没后续了。一旦加上，真聊上头，那就要给老公泼脏水了。可能最后就会骗弟弟，跟姐夫是家里介绍的，没啥感情。哼，想到这儿，车上还放起了一首《梦醒时分》。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我说师傅，麻烦关了吧，怎么有点晕歌呀？坐车上一直就翻看着我手机里的相册，看着我俩恋爱时候的照片，想起了一句又渣又点的话，说后来遇上的人啊，都有你当初的模样。别说，刚那弟弟跟杰夫年轻是真像呀！哇，我果真是个痴情的笨女人。好厉害啊！哎呦，可爱死了。回到家晚上1点多了，姐夫还在小区门口等我。刚下车给我吓一跳，我说：“哎呦，你咋一下这么老了？”哎，我一天忙都没注意，你现在眼袋这么大呀？抽空去把眼袋割了吧啊！他说你咋了？他不知道为啥我出去吃了个饭，回家就要割他眼袋。天上的雨越下越大，我俩撑着一把坏了的伞往家里走。他把折了的那块转到自己头上，肩膀都湿透了，就这都不舍得买一把好伞。路上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上周在哪演出的吗？”他说不知道。看，我就说你一天不关心我。他说但我都是记你几号回来，我得去接你。他说完这句，我脸颊一下就湿润了。我说宝贝儿，以后买把好伞来接行吗？他说不用，这个能修好。但他还是愿意为我改变的。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洗漱，我透过门缝看见他在偷偷的抹眼霜，用我的洗面奶。有人听了说：“哇，不姐，你真的是爱姐夫啊！你有原则，你为了姐夫都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我说：“哎呦，什么爱不爱的？但我感觉人还是得搞事业啊！不搞事业，怎么能经历这种诱惑？哎，不抵御诱惑，怎么能只做到基本的程度就被夸赞了？”谢谢你们，我是不觉，谢谢大家。好，真好，太好了。太牛了！好的，好的，好的，他得是不觉啊，酣畅淋漓。哎呀，舒服了，舒服了。不觉，谢谢，辛苦大家，辛苦大家。来，各位手中的投票器 OK 键确认还是有效票数？200。来，投票倒计时。200。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老师一直在喊着200。来，大老师，绝对的冠军！我这得让瞿颖姐爱到不能爱，太爱了。太好了，我这听得我笑的我，但是我又为你们的这个爱情，你说你都那么多胡思乱想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你越想到你怎么这个那个的，
你回家，你老公撑着伞那儿，我又不行了。我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痴情的笨女人。痴情的笨女人，又强大又可爱，你又有很强的一面，反正你充满了能量，又有那种很女人的一面。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女人都会想成为你这样的人的女人。谢谢曲莹姐。曲莹姐是个特别好的嘉宾，能够做到几乎从头哭到尾。我也笑好吗？我是感动。是的，又笑，然后又该哭的时候就湿润。你就会因为这些美好的感情，你会感动啊，对不对？对，我在听的整个过程之中，感觉我自个儿，幸亏我很少出去混任何局，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多的，我都是压得极狠无比。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压得极狠无比，从来没有过任何想法。我在说什么？我不要说我自个儿这件事。然后对，不是。只要你也不出去啊，就是对，就是不能出去啊，对，因为我的眼睛只属于我的太太，然后这样，no， 不要说这些，但是我觉得就是您说的这个话题啊，就尤其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啊，是一个禁忌，就是很难说，因为你都已经结婚了，然后居然敢说这样一个就是大错，不要来，就是那种感觉，对。但是您处理的极其好。那是一个感觉所有人都会往这边想，或者怎么样都能理解，但是同时又如此的可爱且巧妙，大师级别。谢谢大老师，谢谢。我觉得“王”这个字儿已经配不上您了，您比王还多了一点儿。您是个玉，现在您是个玉，您是一个玉，太厉害了啊，真棒！就感觉不解的她每个笑点都像漂移一样，就你刚过去，就是给你的那个笑点又在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所以听完就感觉很极致的开心，而且这个极致的开心在这个故事当中会极致很多次，所以就每次听不解的这个脱口秀都很享受，非常喜欢。谢谢周深，谢谢周深老师。步惊云现在绝对是有王者之风。就好像没有舞台他掌控不了，没有人心他赢得不了。然后他最可贵一点，他有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感吧，就是他想代表很多人去表达。他刚刚讲那故事其实很大胆，就是人要直视自己内心的欲望。但是情感这种事当然是论心的，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当中，很多时候你是要论迹不论心。他讲的所有一切是我们一个人在脑子当中可能会有过的一个念头，但它并没有发生。可是他很勇敢地把它表达出来，关键方法又很高级，点到为止。是的。我觉得很期待他之后的更多的很好的表现，太牛了。谢谢卢玉姐，谢谢卢玉姐。布姐就是已经幸福到了一种对我们毫无参考价值的程度，所有的幸福都没有参考价值。就是他会说，姐夫确实是一个很顾家的人，是吧？就是有时候闹别扭还会一边流泪一边给布姐缝扣子。哎呦这个也太顾家了，这一边哭一边缝扣子呀。所以步惊云这次的表演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内容。再次掌声送给步惊云。4位回到台上。看了步惊云的分数，同时就会看到就在一起他们获得的总分。步惊云获得的票数是196，186，来个满分吧，行吧？肯定得破200。201。步惊云，步惊云。哇！因为这个太难说了，真的棒！冠军！在这组表演结束之后，一共完成了4组，而步惊云获得了目前为止最高票数，绝对的。但是因为就在一起的总票数没能超过其他的2组，所以全组需要进入到待定区。大家对于自己的表现是满意的吗？我们组现在只有一个最大的面子，就是嘿，我们布姐是全场最高票，嘿。哎，我是全场最低票。没有，不要这么说。
跨界能走到第3轮，已经是历史罕见了。对吧？这个赛段其实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嘛？有没有想对队友特别想说的话？但我觉得大家都有成长就挺好的，而且相遇真的是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不可能跟白小白跟小杜有什么交集。哦，睡觉前经常喊你啊，以后睡觉前都会喊小杜小杜。也对，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是做表达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也是希望在接下来的道路里坚持自己的表达。如果谁骂你们呢，就告我，我再骂回去。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专场大卖，演唱会大卖。对，好，那最后了，就是最后一次，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喊一次我们的队名和口号。我们的队名是就在一起，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 OK， 就这样。马上要上场的这支小队，他们的名字叫托友8大怪，各有各的怪，5个人能有8怪。我们是托友8大怪，耶，怪，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我们都有怪。我就感觉是大家就组在一块，就感觉一下子齐了，齐了。齐了之后就感觉有种向前想冲的欲望，一家老小向前冲。感觉这个风格。但我真觉得每次见到海波，我就想给他点啥，不然就不好意思见他。送了人参，我送了一根人参。那你们当时组到一起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没感觉，他有点感觉。你有感觉了？你有啥感觉？感觉有种归位的感觉，归位，众神归位，对，感觉圆满了，圆满了。马上我们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今年脱胎换骨，有请怪高的吕博伟。孙熙。其实我们录2个月了，我一直在偷偷的跟陈火腿学穿搭。来看一下票数是，掌声送给吕博伟，孙熙回到自己的队伍。这也太惨了，这个分儿。下面的这位演员，还是来自长沙的笑马俱乐部，他是一个重心怪稳的演员，掌声欢迎陈火腿。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陈火腿其实很感谢大家还在持续看我们脱口秀，因为前2轮节目比赛啊，我讲的都是关于我个子矮的段子，大家都笑挺开心的。结果总导演找到我说，他说：“腿子，你第3轮再也不能讲矮的段子了嘞，你也没有那么矮。”我心想，观众笑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而且我矮了30年了，讲2篇他就不让讲。然后我看了一下这总导演，1.6米几的男的，怪不得不让我讲。陈露去年2篇都没让我讲，我就讲。没办法，不是我想讲，你给我一个175的身高，我这辈子都不会碰脱口秀。你看我幻想都只敢幻想175。这是个 M 码的梦想，所以不是我刻意去提，是这么多年的身高自卑啊，它已经变成了我看这个世界的一个水印，就是我会下意识的从周遭的一切里看到对矮的讽刺，因为后面总导演还跟我说了一些话，他说你可以讲一下原生家庭啊、亲密关系啊、社交矛盾啊，诸如此类的。他讲了这么多，我只听到一个，你可以讲一下诸如此类的。拍了，这，what， 太厉害了，太敢说了。而且不只是矮，我身材比例还差。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他说你穿裤子为什么不通过提高腰线来拉高这个身材比例显高一些？我说因为会卡裆啊。你有没试过吗？而且那么费劲就显高那么一点点，怎么？我是想听别人跟我说什么？
你才165啊？不可能喽！你看上去怎么都有166。所以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形象管理的人，因为我的形象一向不太服管，啊，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底子差。如果你放任这个形象，你不去管理的话，底子能差到什么地步呢？就前2-3年吧，有一段时间我比现在这个样子胖个20来斤，也不修边幅。然后有一天，哈哈曹突然找到我跟我说，那边功夫胖，有个那个新歌的 MV 想指定你演一下。我说这么好，为什么指定我演？他说那边就说要找个矬的。矬的，我第一次都没听清，我听成了就要找个活的。我说不要死人是什么标准？活的，然后他马上纠正我，他说矬的嘞兄弟，矬的，吃我矬，矮穷矬的矬。我说啊，矬的，听清了。不然他一直在那讲，声音好大，我都怕别人听见。我说矬的是吧？哦，你别说，哥们儿现在这个样子是有点矬，演也可以去演一下。我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完全不这么想。我心里想着他赶紧给我打圆场，我在等他说开玩笑的嘞，演个配角。没有，他直接对着手机那边说，矬的找到了啊。矬的，我的妈！我第一次发现底子差这个说法好听多了。而且你知道矬和丑还不一样，因为丑的人不一定矬，但矬的吧，你自己想吧。就矬，它是一种很 low 的气质，你没有办法用具体的形容词说矬是什么样。但是你看到一个矬的人，你说哦，对，就他这样，没有办法。而且一个 MV， 我说为什么要找矬的？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 MV 的故事主线啊，就是说功夫胖，作为男主角，他在一个歌舞厅对一个大美女一见钟情，功夫胖在里面要演个帅哥，问题是他又没有那么帅，那怎么办嘞？就叫一个人站在他旁边。我知道这个剧情之后，我一点都不想去，因为你莫名其妙被人告诉你说你是矬的，就已经很冒犯了，而且这个人还是哈哈曹。我心想他未必不矬啊，我比他还矬，所以看出来吧，就算再幽默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矬的，不然哈哈曹他脱口秀讲那么好，他都不讲了，跑去参加什么魔力哥先生，瘦了几十斤呢，还看不出来，连他都想当帅哥了。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提防这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爱豆圈现在混进来一些什么货色。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怎么办呢？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啊！我心想，我口头上拒绝不了，那我就去到那个片场，等那边剧组拒绝我吧，我让他当众打脸。所以去试镜那天啊，我在家特意洗了个澡，我平时也洗的，那天白天就洗了。洗完澡之后，换了一身全新的衣服，敷了面膜，开始抹素颜霜。我边抹边在那想，矬的是吧？矬的啊！我跟你说，哥们儿平常也就是不打扮。那万一打扮完了去到片场，那个导演说了找矬的，这么帅我怎么拍？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我光那个头发抓发胶就抓了半个小时，然后下楼上了哈曹的车，他什么都没看出来。我坐在车上，我都有点忍不住，我在那里问了，我说你没发现哥们跟平常有什么不同吗？然后他开着车瞟了我一眼。哦，哎，我也油性头几天不洗是这样的嘞。我就不想讲话了。然后他开始主动找话聊，他说跟你讲实话喽。最开始这个剧组说要找矬的，哥们第一个讲的就是你。我说不想听这个。哎呀，看出来你不太想演喽，不想利用自己的天赋喽。所以我又找了我另外一个朋友，我讲实话，
他也蛮挫的。我说那为什么最后还叫我？导演组看了，他说他1.7米太高了，要找矮矬矮矬的。我说你开车吧你。感觉他就是故意的。然后去到那个片场，还没进去啊，就听到里面那个对讲机在那喊：“不够嘞，下一个，不够。”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角落里啊，站着一堆落选的，矬的。我还特地过去打量了一下，我天，长这样都不行是吧？那我肯定也白搭了。我就把包放到那里，我心想我等一下试完镜出来拿了就走了。我就走进了那个片场。我刚走进那个片场，你知道那个导演说什么吗？他都不是说就你了，他说的是叫他们都过来看一下。什么喊矬的？我刚那帮人全都跑进来看，还一副甘拜下风的样子嘞。哇，要长成这样是吧？哎，那我们是有点眉清目秀了。我他妈给我羞愧的，我只想赶快离开。结果我还没走，哈曹又补了一句：“就这，他还是化过妆的。”没见过矬的嘞，一帮帅哥真是。我很难受，但是导演很开心。他开心那个嘴脸，我看着都有点丑陋了。他一直看着我，一边夸哈哈曹，就好像我长成那样是他的功劳。一直在那夸嘞，你知道吧？在那夸的你，哎呦，还是哈老师厉害嘞。我们找了2个月没找到这样的，还是你们矬的会找矬的嘞。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讲得真好。陈浩森哪回暴露的特精？抓紧最后的投票机会，倒计时。就是你刚才在提的，在内容里面专门提到你特别注意形象管理，是会去健身啊，就是你还是不能长胖，我这个底子差就更不能长胖了，就是你得还是保持身材管理，再加上洗澡，对。男生其实爱干净就已经胜过很多人了，就是稍微再穿一些适合自己的衣服，我觉得就差不了太多了，就不是说非得追求特别那种靓丽的形象。哇塞，这好像妈妈对自个儿子说的话呀。我要求好低啊。挺好的呀，我觉得矬这个词儿过分了。你是没看那个 MV， 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因为喜剧人演员的审美不一定很好，但他的审丑能力，你看了你就知道。我其实一方面是一种抱怨，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哈曹我们俩关系好，他在喜剧方面的那个认知，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所以当时我也是去演了，也挺开心的。只不过后面把它变成一套段子。哎，但是那个 MV 是什么样？就是说你也要跟着一块说唱吗？还是怎么样？那个内容就是我们在旁边衬托他，你就跟着要不对对，就是显得你不在状况，然后整个人。我甚至我感觉，哎呀，那个 MV 我妈妈看了都会生气的感觉。我儿子怎么这样了？就是看着我现在都不太敢看全。那个歌怎么唱？错错错是我的错，好错呀！我们一起错错错。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就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弱点，在舞台上绝对是一个特点。我好奇，如果是全部5轮的话，能不能就这一个主题？有。太好了。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不同的都是一个视角，不管是中专还是身高，都可以是个视角。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讲了3年，我才敢讲自己矮，所以这个东西接受起来其实有点难。后面讲了之后，发现你讲的所有东西都会带有这个东西的烙印，这是真的。你整个成长过程中，你一直在困扰你的东西，它不可能完全摘干净的，我是这个意思。期待。来，再次掌声送给陈火腿，在这一轮的表演结束之后获得的票数是。来，
掌声送给火腿。一开始旁边给我打电话，他用长沙跟我讲的，说找几个下泥巴，烂泥巴，找几个烂泥巴过来，其实更难听，比错还难听。他已经是美化过的版本了。如何与你般配？我的唱片对街边摊位，而你的钻石摆在专柜。我们时差难分难美，我还在床上酣睡，你早已拿着咖啡走进单位。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那个功夫放的飞飞。但是听完之后你心里还是会，我的妈，这么挫吗？但是我也知道，演一下，玩一下。而且我觉得跟朋友一起创造一点没有过的人生体验，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时时刻刻你自己在那顾自己体面，大家都知道，而且也找不到更挫的了。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人到中年，但是呢，说话还淡淡的。加油加油！让我们掌声有请怪老的海波。这次上完音综啊，收获确实很大。以前呀，一直在等待着成为一个歌手，没想到这次靠等待，真成为了歌手。哎呀，整个人啊，瞬间就开朗了，充满了阳光。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每桶都有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汤底浓郁，酸甜鲜美，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果然还是得常回家看看，哪怕在外面没有当上魔力歌王，我也还有家里的茄皇。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两个肯定能到白头。我是很享受这样一段粉红气泡的，然后很干净的这样一段感情。精神病经常就是以恋爱脑的形式出现的。天青色等烟雨，那么而我在等你。我当时脸就红了。你怎么都忘了你的来时路？就是有一些很邪门的梗，然后你想不到会这么出。这梗我亲自写的。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周1中午12点托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周2中午12点托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杨海源和托友们慢慢聊。8月5日起，每周3中午12点遇见他们。第2季圆桌又开，鲁豫和更耀眼的他们。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感受此时此刻，就要和你一起躺在沙发高歌，就要快乐快乐快乐。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柳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